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庆穗农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拍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农机行的一个小改造啦，小改造篇。那今天呢，主要是针对我们场内的一个展示机的部分，我们的展示架要进来，然后让大家就是之后呢，来我们这边看车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啦，有更好的感受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进去稍微跟大家来介绍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呢就不是在讲维修啦，今天就是在讲我们一个小小的整修篇，其实就只是架子进来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在就是跟那个厂商在讲这个展示架的时候，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讨论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区的话是我们平常就是在修理的地方啦。那之后呢也会来稍微做个整理，好，那下一次整修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讨论一下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好，你看我们都把空间稍微都有清出来，但还是非常的凌乱啊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展示架就是要摆在这边，好，摆在这边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等厂商来，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关于这个免螺丝的角钢，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免螺丝的角钢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要摆的这个免螺丝角钢的这个展示架。就是要摆在我们地上啊！你看我们有画那个白线有没有？就是要摆在地上这个地方。大家也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么字形啊，一个么字形。那它围出来的一个空间呢，就是我们要用来做会客室，也可以说是泡茶区的地方啊。然后它除了当一个围墙之外呢，我们的想法就是让它本来就是一个展示架嘛，要摆新品用的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就会请这个厂商呢，来跟我们跟这个我们的观众来讲一下说，关于这个免螺丝角钢啊有哪几个特色，然后包括它其中一些在跟厂商讨论的时候一些美感啊，你要怎么跟他讨论这些尺寸，怎么样做出你想要的样子。那因为我就是对于这种不是那么的熟悉啦，所以说呢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用手绘的方式画给他看这样子。就大概画一下说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模式啊，包括尺寸啊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量那个什么文工球嘛，我们有量那个你要的那个长度，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要特制化的，要客制化的。好 ，OK， 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等这个厂商来之后，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。再来。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免螺丝的那个角钢，然后我们刚刚都把底座先打起来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三角窗生活工厂的王老板。你好 ，OK。然后他们店的话是在那个高雄哪一区啊？梓官区，在高雄的梓官区啊。你们全台都有做吗？全台都有，全台都有做。然后他们应该说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他们的那个客制化。像是他们有做非常多的那个摊车嘛，像是夜市的摊车啊，店面的摊车，就是人家在做什么鸡蛋糕那些的，那个都有做嘛。吧台橱柜都有。对，吧台橱柜啊，然后包括你的家里的一些厨具家具都可以使用这种免螺丝的角钢。那免螺丝的角钢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不需要螺丝，直接敲上去就好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用橡胶水敲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呢就会问一下我们的王老板来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免螺丝角钢应该要怎么买。好，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，我这个尺寸都是比较客制化的，像我这个的长度的话，像这个的话是7尺的长度，然后这个的宽是2尺，然后高度的话是9尺6，9尺6的高度。那它这个最高的高度可以多长？可以多高？
最高的话可以到12尺，最高可以到12尺。那长嘞，长最长，长最宽的话可以到8尺。哦，长跟宽最长可以8尺。对 OK， 那就依据你的需求可以去做裁切啦。如果说我们要跟你们讲一些比较公定，应该讲就是公定版本的话，就是那种以半尺为基准嘛，半尺、1尺、1尺半。对，最常见是以半尺为一个单位，半尺有一个单位。对，可是我们的话是从100公分到30公分，30公分，10公分的一个单位。哦，以10公分为一个单位可以。啊，100公分以上是15公分一个单位。哦，那你们就是反正可以做的很细致都可以啦。对。那像刚刚你在装的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叫补强杆。补强杆嘛。对。这样是可以让你的负载比较重，是不是？其实负载重量是4支在负载比较多。对。可是补强杆主要是补强木板。哦，补强木板。因为木板它其实本身是有弹性的。是。啊，怕中间放太重会往下变软。那有说多长的这个长度的话，要放几支啊？基本上超过3尺半都会建议至少装1支，至少看重量再去决定要数量多寡这样。数量多寡这样。像我这个7尺的中间就放了3支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看1、2、3支。然后大家最常问的就是颜色，颜色有分哪几种啊？颜色的话，基本上就分为3个种类。第一个种类是烤漆的，就是黑色跟白色。黑色跟白色的。啊，另外一种是镀锌的。镀锌的，对，就很亮面的嘛。对，它是比较像硒型钢颜色。是。啊，它是比较耐腐蚀。耐腐蚀的。对，啊，另外一种是最少见的不锈钢的。哦，不锈钢，那种人家那种餐车嘛。不是，不锈钢通常用在食品比较多。哦，食品类的。继续是要怎样？继续来问一些大家想知道的问题。好啊。那通常大家如果买这种免螺丝的角钢啊，通常都是拿来做什么作用比较多啊？作用哦，其实它的用途蛮广泛的。它最一般的特性是拿来当仓储用，仓储居多嘛。它后来可以比较衍生出来是当展示架。展示架。然后像我们也有做摊车跟一些家用橱柜。家用生活方面的嘛。对，生活方面比较贴近大众的生活这样。那这种免螺丝的角钢跟传统的有什么差别？传统都是锁螺丝的，所以说像这个免螺丝，它其实它就是正90度了。可是如果你是锁螺丝，你还要再拿一个固定片，它才会变正90。可能还要。如果没有那个固定片，就是你可能要拿脚尺在那边量，会麻烦很多，而且它的稳定性也差蛮多的。好处就是可以拆掉，然后。好处有蛮多的，好处是它可以随时拆，然后不用螺丝，然后再是它的耐重性也比锁螺丝的强。那它像这样一层的话应该可以载重多少？一层的话，其实以深2尺宽4尺来讲，如果加1支补强的话，我们建议是500公斤为限。哦，一层500公斤。对，当然要放再高都可以，可是加强方面的话，就要再做另外的加强。哦，你还要做就是可以补强，让它更稳定。对。你说一般如果以长度4尺、宽度2尺来讲的话，中间加1支补强杆，大概可以承重到500公斤。对，500公斤是没问题的。那其实很重。平均摆放大概500。那家用应该非常够用了。家用其实很多不会超过100公斤。很多都不会哈。对啊。那它这种防锈你觉得怎么样？这种防锈的。防锈的话，因为如果是以室内来讲的话，其实它本来就是属于室内的工业产品，所以如果以室内来讲，它其实可以用蛮久的。对啊，户外的话，因为就不可控因素比较多，不可控因素很多，所以就比较难去抓那个防锈的。对啊，基本上用这种展示架应该都在室内居多啦。对。那像大家最常讲的这个尺寸怎么跟你们报的话，你觉得是用那个台尺跟你报，还是用公分跟你报比较好？台尺跟公分在报，其实面向的客人不太一样。台尺的话，就是有点像你这样，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。哦，你说这种比较大的尺寸，对，比较长的。也不是，就是台尺的话比较没有要求那么细。那通常会讲到公分的客人，就是例如像这里，
我就只有122的话，是，那我可能势必一定要放122以内的角钢架。哦，对，所以基本上讲台尺就是它可以比较大概，它对修花跑出来没关系。对，但因为台尺的话，正常来讲1尺是30.3，对，那如果说例如4尺就是121.2，它可能组装之后一定会大个2到3公分。哦，会有一个公差在啦。对，因为组装后外径一定会比内径还大嘛。对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是要求非常刚刚好的话，就尽量以公分来跟你们讲。然后尽量还是提前先讲清楚，会比较不会有误差。讲的就是你讲的越细节越多的话，就比较不容易有出差错这样子。对。那像我之前有听人家讲说，白色的烤漆会比黑色的更厚，是真的吗？以市面上来说是真的。市面上来讲是真的。对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看到白色是用粉体烤漆，粉底烤漆。对，那黑色是用液体烤漆。那差别会差很多吗？其实它会分这2个烤漆方式，是因为白色比较不容易粘着，而且用液体的话比较容易时间一长它会变黄，所以用粉体的话，它的漆的厚度会比较厚，然后再是它耐腐蚀性一定会比黑色再强一点。黑色不能粉底烤漆。粉体烤漆也是可以，可是通常以现在工厂来讲，都只有1台粉体烤漆的机械，是因为原本之前就是都用液体，但是后来因为环保加上身体健康问题，所以改成粉体，这才是以白色为主。因为黑色的话比较好上色，所以用液体烤漆就很够用了。哦，市面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市面上了解。像这个板材啊，其实我也去看了非常多。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，这个板材通常我们先讲厚度好了。厚度最常见的尺寸是什么？厚度最常见的话是3分跟6分。3分跟6分，对，它的厚度就对了，它的这个厚度。那我这次的话是用这个3分板嘛？对，3分板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材质嘞，材质有分哪些？3分的话就是合板。那6分的话也有合板跟木芯板2种。但是差别在哪边？合板的话它比较耐重，是，但是它的特性是它比较有弹性，所以会让人家常常会以为它是很软，是不耐重。其实它是很有弹性，是很耐重。木芯板是比较厚，但是它比较硬，所以相对它比较脆。对，所以通常木芯板是比较要求美观在用的。美观用的，所以如果说你要耐重，不是选3分的合板，就是4分的合板就够了。也有4分的，有4分的。好像我这个有包这个就是颜色的这个皮啊，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包这个的话，有包跟没包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差很多啊？如果以我们的做法来讲的话，其实一材大概差。单面来讲，我们的单面就是指5个面的，就是4个面都有包，4个面都有包。对，跟一般市售只有单面没有4个边包的有点差别。如果是以面来讲的话，是一材是大概差25元。什么是一材啊？有些人应该听不太懂。一材的话就是30乘以30公分乘以30。对，30公分乘30公分就等于一材。是，对。是这样来做计算就对了。对。那这种的话，它有分材质吗？包的这个皮啊？这个皮的话就是 PVC 塑胶皮。基本上都是这一种的。对，都是塑胶皮啊。如果是以系统版的话，它也有分纸皮跟塑胶皮。OK。对。那颜色呢？有非常多种。颜色的话，颜色很多，应该有好几百种可以选。对，就是常用的就没几种。看客人的需求。看客户需求。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安装我们那个展示架旁边的一个铁网啊，这个铁网。
好，那我原本其实很想用那个洞洞板，那个铁质的洞洞板，但是呢，洞洞板的成本真的是比较高一点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就用这种网状的，好，这样一格一格的，好，先来用用看，好，因为毕竟好这个也是要花一点，好要花一点钱的在这个上面。好啊，这种的话看起来也比较工业风一点，所以我觉得效果应该也不错。好，那现在已经晚上了哈，从早上装到现在，好才赶快把它赶完而已。好，那现在目前的雏形呢，好架子基本上都好了，剩下一些哈电灯的部分呢，哈我有装一些轨道灯，包括我室内的电灯哈都还没用好。那今天已经太晚了，啊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。那基本上这些就是要摆一些新机啦，好展示的东西跟一些材料相关的东西。好像是这里可能预计要放那个汽油引擎方面的，好那割草机，好汽油引擎的割草机，好，然后这是门，然后上面有我们的庆穗农机的 logo 的那个灯箱，好，那电线还没牵好，好，那这里可能就是我们的油品区，好，这一柜可能就是油品区，好，那像这个的话，你看这个也就是我们定制的，好，例如说我们要组装一些新机啊，好，可以在这平台上面，然后上面可以放一些。那个引擎室的一些链锯啊，一些定制式等等，小型的东西啊，然后下面都可以放。然后里面这一层呢，里面这一层的话，就是要放一些材料方面的东西，材料方面的。那下次的话呢，过个几天，我会再把完整的东西慢慢上去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一个雏形啊，包括电灯方面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吧。OK。